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大白话中文，我是甜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阿杰，我跟你说，我昨天又熬夜了。怎么了？又出去玩了？不是，我在赶作业。这个作业其实老师2个星期前就布置了，2个星期？那你怎么昨天晚上才写？因为我一直拖到最后一天嘛，我可能有拖延症。这个我太懂了，其实我也一样。真的吗？你看起来不像会拖延的人。表面上看不出来，其实我拖起来比谁都厉害。哇，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拖延症这个话题吧。好啊，这个话题太适合我们俩了。那我先说说我自己，我最严重的就是写论文。论文是你们学生最大的敌人吧？对，每次老师说2周后交，我就觉得还早呢，明天再说。然后一个明天接一个明天。没错，等我反应过来，已经是交作业的前一天晚上了。哈哈，这就是典型的明日复明日。明日复明日是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今天的事推到明天，明天又推到后天，永远在推。天哪，这说的就是我。那你呢？你工作也会拖吗？当然，我最怕写工作报告。写报告也能拖？能啊，领导周一让我交，我可以拖到周五下午4点才开始写。那也太刺激了吧！你不紧张吗？紧张啊，但就是不想开始。那你不开始都在干嘛？我会先整理桌子，再倒杯水，刷一会儿手机。这些我都干过。明明知道有正事要做，但就是一直在做别的事。对对对，我写论文之前会先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你看，平时不爱打扫，一到要写东西就特别勤快。因为打扫比写论文轻松多了嘛。其实拖延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：临时抱佛脚。临时抱佛脚这个词好有画面感。就是平时不努力，到了最后一刻才拼命赶。那我考试前一晚就是这样。考前一晚是吧？对，平时不复习，考试前一天晚上，我能从晚上8点学到早上4点。那效率高吗？你别说，还真挺高的。人一着急，脑子转得特别快。这就是大家说的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。太真实了。没有截止日期，我永远开始不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种人不是不会做，是不到最后一刻不肯做。对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也想吐槽自己。你说，我手机里收藏了特别多学习资料，什么3天学会写作，1个月搞定单词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一个都没看过，哈哈。哈哈，这就是网上说的收藏等于学会。对，我以为我收藏了就等于学会了，其实根本没打开过。我也是，我手机里存了好几百个视频，想着以后慢慢看。结果以后永远不会来。对，以后是我们拖延的人最爱说的词。还有，我经常3分钟热度，怎么说？比如我下决心要每天跑步，买了跑鞋，还买了运动服。然后跑了几天。3天，第4天就开始找借口，说今天太累了，明天再跑。哈哈，3分钟热度说的就是这个，热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对，我还办了健身卡，去了2次就再也没去过。哈哈，健身卡这个真是很多人的智商税了。说到借口，我借口可多了，比如，比如等我心情好了再做，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。这2句我也常说。
可是我的心情永远不会突然变好。准备也永远准备不完。对，所以等这个字就是拖延的好朋友。说的太对了，很多事不是等好了才开始，而是开始了才会变好。哇，这句话好有道理，我要记下来。不过说真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为什么会拖延？为什么呀？我以为就是因为懒，懒是一部分，但其实没那么简单。那还有什么原因？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害怕，害怕，害怕什么？害怕做不好。比如我写报告，总怕写的不够好，所以干脆不开始。哦，我好像懂了。越在乎越不敢开始。对，这种人其实有点完美主义。完美主义，拖延还跟完美主义有关系。有啊，因为想做到最好，压力反而很大，最后就一直拖着。天呐，原来拖延的人不一定是懒，可能是想的太多。没错，想的太多，做的太少。那除了害怕，还有别的原因吗？还有就是，有时候任务太大了，让人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对，比如老师让我写一篇10000字的论文，我一看到10000字就头疼。然后就不想动了。对，感觉这么大一件事，怎么可能做得完？所以就先放着，想着等有空再说。结果越放越焦虑。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，你肯定知道，手机，这个必须有。我本来打算学习1小时，结果拿起手机刷了2小时短视频。刷手机的时候，时间过得特别快。对，一刷就停不下来，再看5分钟，再看5分钟。然后一抬头，半天就没了。所以我现在写作业都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。这个办法不错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不过阿杰，我发现拖延最难受的，还不是事情没做完，哦，那是什么？是那种一直放在心里的感觉。你是说明明在玩，但心里一直想着那件没做的事？对，表面上在休息，其实一点也不轻松。这种感觉我太熟了。我一边看剧，一边想着报告还没写，剧也没看好。对对对，这种感觉现在大家好像叫内耗。内耗，对，就是事情还没开始做，你已经在心里把自己累垮了。太形象了。我经常这样想的特别累，但其实什么都没干。所以有时候做这件事本身不累，纠结才最累。而且拖到最后，我还会 emo。emo 是吧？这个词你们年轻人现在很爱用。对，就是心情特别低落，有点难过，又有点烦自己。拖延完了又后悔，后悔完了下次又接着拖。对，我每次都对自己说，下次一定早点做。然后下次还是一样。那我们是不是没救了？别这么说，其实是有办法的。真的吗？快教我，我太需要了。第一个办法我自己常用，先做5分钟。先做5分钟。对，不要想着一下子做完，就告诉自己先做5分钟就好。5分钟这么短，那有什么用？你试试就知道了。很多时候最难的就是开始。万事开头难，是吧？对，一旦开始了，你常常会愿意继续做下去。哦，先骗自己只做5分钟，结果做着做着就停不下来了。没错，这个办法对我特别有用。像我那种10000字的论文呢，太大了怎么办？把它拆小。拆小？对，不要想我要写10000字，而是想我今天先写500字。哦，把一个大任务分成很多小任务。对，这样每完成一小步，你都会有成就感。
成就感，这个我喜欢。一大块是看着吓人，切成小块就没那么可怕了。那你工作的时候还有别的方法吗？我会用一个叫番茄钟的方法。番茄钟跟番茄有关系吗？哈哈，没有真的番茄，就是专心工作25分钟，然后休息5分钟。哦，原来是一种管理时间的方法。对，工作的时候就只工作，不看手机；休息的时候再放松。这样听起来好像没那么累。对，把时间切开，效率反而更高。我还看到有人喜欢写待办清单，把要做的事一条一条列出来。这个我也用，每做完一件就划掉一条。划掉的那一刻，一定很爽吧？超爽！看着清单越来越短，特别有动力。好，我决定了，今天回去就写一张清单。记得别光写清单，也要真的去做。哎呀，又被你看穿了。因为我也干过，写清单的时候最积极，做的时候最拖。我们真的是一类人。阿杰，我突然有个问题，你说拖延是不是一定是坏事啊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觉得不一定。真的吗？有时候人是要休息，不是所有事都要马上做完。对哦，有时我拖着拖着那件事居然就不用做了，哈，这种情况确实有。所以拖延有时候也帮我们筛掉了一些不重要的事。可以这么说，关键是要分清楚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可以放一放。重要的事不能拖，不重要的事拖一拖也没关系。对，别让拖延变成逃避就好。逃避你这个词说的有点狠。哈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拖不是因为忙，是因为不敢面对。天哪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有智慧？因为这些坑我都踩过呀。还有，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怪自己，怎么说？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会拖延啊，对不对？哈哈，这倒是真的，连我这种看起来很靠谱的人都会拖。所以偶尔拖一下，没必要太自责。对，一直自责反而更焦虑，更不想做。先原谅自己，再慢慢改，对吧？说得好，每天进步一点点就是好事。那今天我们聊了好多关于拖延症的内容。是啊，从为什么拖延聊到怎么对付拖延。我学到了好几个新办法，先做5分钟，把任务拆小，还有番茄钟。最重要的是别让明天再说变成习惯。对，今天能做的就尽量今天做。当然也别忘了对自己好一点。好啦，那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们也有拖延症吗？你们都是怎么对付拖延的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说不定你的好办法能帮到很多人。对，我们也想学一学。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大白话中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